完成修真世界任务后，系统出了故障，我被迫穿成娱乐圈文的茶艺女配。娃宗里，我是豪门后妈对照组，别的妈妈早起做饭，晚上哄娃睡觉，只有我两腿一盘，摆烂了。而我那个传闻中性格顽劣的继子却忙前忙后。我妈入定了，我得给她准备营养餐。观众震怒，怎么会有这么不负责任的妈妈？我仔挥着小拳头，我宠出来的，要你们管。后来看着我躺平，被娃疯狂带飞的观众们真香了。今天的妈妈很乖，没有拆家呢。高质量人类幼崽实名羡慕，从修真世界穿进娱乐圈文的我，此刻正跟可爱的人类幼崽大眼瞪小眼。5岁大的顾晨星样貌清秀，奶萌的小脸上是与年龄不符的冷漠神情。在他的面前摆着成堆的玩具和奢华礼品，他看都不看一眼，小手一挥丢在地上，顺便还踩了2脚。我淡定地坐在沙发上，熟练地开始梳理起这个世界的故事线。原女配为了上位做顾晨星的继母，不惜带娃参加亲子综艺，本想借此刷好感拉近关系，没想到对方是个小魔头，不仅处处跟他作对，让他被全网黑，还助攻男女主。结局可想而知，我穿过来的时候，节目已经播出了3期，两人的关系到达冰点。网上关于我是恶毒后妈的黑帖铺天盖地，摆在面前的是一盘烂到不能再烂的棋局，前后左右都是死路，我索性两腿一盘。入定了，小团子的身影在我面前晃了晃，嘟着不服气的小嘴冲我喊：何洛洛，现在是晚餐时间，你不应该去买菜做饭吗？我两眼一闭，双手交叠放置丹田处。幼崽，你可知修真界的辟谷服气之法？我来教你。学会了3年5载都不必进食，奶团子懵了，弹幕炸了。直播间的观众们妙语连珠，疯狂吐槽，真是活久见，这后妈不给饭吃的理由也太离谱了吧，这是变相虐童吧？我们星星太可怜了，果然还得是亲妈。顾总快复婚吧。我睁眼扫了下不远处的电子屏幕，又看见面前的团子瘦小可怜，婴儿肥的小脸蛋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我心里莫名不忍，于是从桌子上拿过一包薯片递给顾晨星。念你是初学者，还是先吃点东西吧。许是因为我前后态度变化太突然，小团子一副不敢相信的样子盯着我，看得我怪不好意思的。但一想到要做饭我就头疼，上个世界就是因为不爱做饭，我才一心辟谷修炼。正当我一筹莫展的时候，房间的门被人推开了。星星，阿姨做了布丁，特意给你留了2个。女人一头黑长直，端着托盘笑盈盈地走了进来。这位便是书里的女主唐心，也是为数不多能跟顾晨星说上话的嘉宾。按原女配的性格，指定当即打翻盘子，还要冷嘲热讽把她赶出去。但我懒得管，有人送吃的还替我哄孩子，我乐得自在。弹幕上清一色的全都是对唐心的赞美。星星子人美心善，换作她是星星的继母该多好啊。楼上的神预言，昨天有狗仔拍到唐心跟顾总同上一辆车。真的吗？我磕的 CP 要成真了。唐心看到了屏幕上的讨论，嘴角忍不住的上扬。星星妈，你还没做饭吧？不如跟星星一起去我们那边吃。我张口刚要答应，就被顾晨星给打断了。她不是我妈妈。小团子皱着眉头，气得挥手拍翻了唐心的托盘，好吃的布丁撒了一地，看得我直心疼。唐心也不生气，仍旧是好的给顾晨星擦手上的糖渍，还不忘顺带安慰我：洛洛别伤心，这都是小孩子的气话。小星说的没错，我伸了个懒腰，从沙发上跳了下来，走到顾晨星跟前，弯腰揉了揉他蓬松的头发。以后要叫我洛洛姐，叫妈多显老啊。团子倔强的小脸上泛起红晕，低头别过了视线。不是说一起吃饭吗？走走走。我一手拉过团子，一手揽住唐心的胳膊，迈着轻快的步伐走出房间。作为女主的唐心，在我这个恶毒女配的反作用下，如今已是娱乐圈的当红小花。她来参加这档亲子综艺，完全是为了跟顾晨星拉近关系，为之后跟顾总在一起打基础。没想到会被我横插一脚，但好歹有女主光环，她被分配到的孩子懂事听话，不仅省心，还会帮她做家务。这一对比，我们这边简直就是人间地狱。吃过饭，小女娃主动提出要帮唐心洗碗，踩着小凳子踮脚卖力的样子，看得我热泪盈眶。顾晨星冷哼一声，别过了头，这种事情我也会，奶声奶气的，还听出了几分攀比的味道。说大话谁不会呢？我嗑着瓜子，满脸的不相信。小团子不服气，起身迈着步子走到洗碗池前。你下去。小女娃正专心洗碗，冷不丁的被吓了一跳，手里的碗掉落在地，碎片炸裂开。眼瞅着碎片朝着顾晨星飞了过去，我一个闪身冲到他面前，把他紧紧护在怀里。碎片毫无疑问地划破了我的脸，鲜血滑下，滴落在洁白的地板上。小女娃哇的一声哭了起来。唐心以为是孩子们受了伤，火急火燎地去喊工作人员。虽然已经是晚上了，但因为这场意外，直播间还是挤满了人。很快，故事总裁之子受伤的事就上了头条，众人瑟瑟发抖地等待故事大魔王的到来。大门打开，黑压压的保镖涌入，瞬间包围了现场。
高定皮鞋踩在地板上，发出清脆的响声。男人步履稳健，气势迫人地朝我走过来。何洛洛，又是你干的好事！低哑的声音响起。我疑惑抬头，正对上那双幽深的黑眸，精致的五官，硬朗的线条，好看的桃花眼微眯，眼尾落着一颗浅浅的黑色泪痣。卧槽，这不是上个世界骗我跟他双修的师尊吗？系统故障把他也送到这里了。我正想入非非，就见唐鑫走了过来。顾总，洛洛他也不是故意的，这让人误会的解释刚说完，顾怀之看我的眼神更冷了。是不是故意的，只有他自己知道。他抓住我的手腕，做事要把我带走，忽然一个瘦小的身影挡在了我的前面。放开他，有什么冲我来？顾怀之愣了，我有些发懵。看好戏的观众们又炸开了锅。我没看错吧？星星这是在护着恶毒后妈？刚刚是何洛洛保护了星星，你们别不是跟嘉宾一样都瞎吧？顾怀之的手并没有松开，他低下身拎起小团子放进臂弯里，一手拉着我离开众人视线。临走之前还不忘警告导演，今天的录制到此结束，大门口停了辆救护车，我被顾怀之丢了进去，给他处理干净，不准留疤。他还要上节目，果然是怕我给他宝贝儿子丢脸吧。伤势并不严重，第二天我就活蹦乱跳地带娃继续录节目了。这次任务是户外闯关游戏，怕孩子们再受伤，场地特别设置在附近的水上公园里。唐鑫等一众女嘉宾迎来主场，女明星们个个穿着性感热辣的泳装，头戴遮阳帽、太阳镜，不知道的还以为要去海边旅游呢。我素来不善水性，往常这种天气只喜欢待在深山老林里打坐，但这次没办法，我只好套上潜水服，备好氧气罐，全副武装，拉着小团子加入队伍。顾晨星一脸嫌弃，恨不得躲我远远的。何洛洛，你不会怕水吧？没关系，等下你看着就好。我一个人也能赢了其他小朋友。奶团子握着小拳头，拍拍胸脯，信誓旦旦地保证。这架势倒是挺让人感动，但眼前3米多高的障碍墙，难不成要飞过去？大家都2人一组站上了起始台，唯独顾晨星孤零零的身影夹在人群中。恶毒后妈竟然让星星一个人参加比赛，这人还有良心吗？星星宁愿自己去，也不想跟讨厌的人一组。宝贝太可怜了，好心疼。我躺在沙滩椅上，一边喝着饮料，一边划拉着手机屏幕，顺手就在最后这条评论上点了个赞。比赛开始，唐鑫第一个冲上前，只见他身影矫健，接连越过障碍，顺利抵达最后一个关卡。弹幕一片喝彩，全都在给他们的欣欣女神加油助威。游戏难度并不大，只是最后一关的障碍墙需要家长跟宝宝合作完成。唐鑫将小女娃举过头顶，让她去够墙头。女孩子胆小，小手够了好几次都没成功。唐鑫没了力气，脚下一滑，差点把孩子丢进水里。这波操作让身后跟来的几个队伍也吓破了胆，一时间所有人都卡在了这一关。队伍的最后面，一道瘦小的身影艰难前行，费了好大力气，终于来到了障碍墙前。他小手抓紧绳索，用力向上攀爬，但墙面太滑，刚爬上一点就掉了下来。反复几次，顾晨星用光了所有力气，白皙的小脸涨得通红，眉眼间是不甘的神情。洛洛也太过分了，怎么能让孩子自己闯关呢？唐鑫上前心疼的想要抱住顾晨星，不想却被他一把推开。男子汉就要自己克服困难，让女人帮忙算什么样子？小家伙一席话让弹幕炸了锅，星星好帅啊！卧槽，好羡慕恶毒后妈是怎么回事？这女人上辈子怕不是拯救了全世界？观众眼光真毒辣，连我上个世界干的好事都猜到了。比赛停滞不前，导演急坏了，都不准学何洛洛摆烂，快给我冲！我躺着也能被 Q。唐鑫看了看身旁瑟瑟发抖的小女娃，甩开她的手，走向顾晨星。这是个合作游戏，一个人想赢是不可能的。洛洛不靠谱，还是跟阿姨一起吧。星星，唐鑫这是想跟顾晨星一组赢了比赛，顺便让顾怀之看清谁更适合做星星的后妈。我猛吸一口饮料，心里莫名不爽。我不需要，我会让何洛洛对我刮目相看的。顾晨星掠过唐鑫，再次攀上障碍墙。没想到这小团子还挺有毅力，老是拖着进度也不是办法。还想早点收工回去打坐呢，于是我随手捏了个诀，就见顾晨星脚下生风，踩着障碍墙爬了上去。在所有人惊讶的目光中，他顺利通过了最后的关卡。周围安静无声，众人反应过来的时候，弹幕上已经欢呼起来了。谁能想到一群大人竟比不过一个孩子？星星，你是我的神！今天又是羡慕恶毒后妈的一天，直播间吵得火热，队里有人不服气了。导演，他们耍赖，星星妈都还在起点没动呢。话音刚落，所有人都看向我。导演无奈地摇了摇头，就他的实力，恐怕第一关都过不了，还没展示呢，这就瞧不起人了。我缓缓站起，伸了个大大的懒腰，脚上一个用力，只听砰的一声，我腾空跃起，飓风席卷而来，水面荡起千层波浪。我踩着障碍物，以极快的速度闯过关卡，最后轻飘飘地落在众人面前。导演愣住了，摄像还没反应过来，弹幕还卡在前1秒，而我已经顺利通关了。卧槽，他怎么过去的？
眼花了，我出现了幻觉，现场安静了几分钟，突然炸开了锅。游戏道具七零八落飘在水面，安装的摄像头也只剩残骸挂在架子上，可以说是一片狼藉。刚刚是有龙卷风刮过吧？户外太危险了，妈妈，我想回家。我挠挠头，不好意思地冲导演笑了笑。一不留神用力过猛了，下次注意，下次注意。于是当天的热搜上，井号恶毒后妈竟是娃宗最强战力。井号，今天妈妈拆家了吗？井号，一夜之间，拆家后妈的词条浏览过亿。原本人人反感的恶毒后妈和小魔头组合，变成了观众口中的最强娃宝和疯狂掩盖实力的摆烂后妈。我跟顾晨星属实是个火个的。晚上，我洗完澡横在沙发上看电视，手机突然响起，我顺手接通，没想到竟是个视频电话。看到屏幕上赫然出现的俊朗脸庞，我呼吸一滞，啪的一声把手机丢了老远。何洛洛，顾怀之冷声呵斥，一股被师尊支配的恐惧感让我后背发凉。捡起手机，我理了理衣服，带着笑容整理好语言。顾总晚上好呀，是不是想儿子了？我这就把星星抱过来。不必了。顾怀之打断我的话，一双黑眸凝在我的脸上。侧头，我看下伤口早被我治好了。正想着找个什么借口糊弄过去，顾晨星的小身影就出现了。何洛洛，不准你跟别的男人打电话，快过来陪我睡觉。小奶音凶巴巴的，手机屏幕里的男人却黑了脸。顾晨星，你多大了还要人陪？你多大了，不也黏着我后妈？看着顾怀之越来越冷的脸色，我莫名嗅到一丝火药味。她不是你后妈，确实还不是，现在不是，以后也不会是。顾总，很晚了，明天还要录节目。顾怀之神色微正地看着我，似乎想说些什么，犹豫了片刻，只淡淡地回了一句：好，早点休息。挂了电话，我拎起顾晨星塞进被窝里，小团子蹭了蹭，裹紧小被子，露出毛茸茸的脑袋。何洛洛，你是不是喜欢我爸爸？噗！我一口老血差点喷出来。在上个世界，顾怀之原是我最敬重的人，我被他救赎，受他教导，一心一意尊他为我的恩师，却不想这狗男人精。想起懵懵懂懂的被他哄着双休的画面，我老脸一红，脸都红了。果然是喜欢。小团子奶声奶气的哼哼两声，转过头背对着我，勉强给你个机会做我后妈吧，哈。剧情的走向出乎意料，本应助攻男女主的奶团子，现在改变了主意。或许是我的态度让他误会了，下次再见顾怀之，我一定狠狠地 A 上去，让他知道这次我绝对不会被骗双休的。一夜好眠，第二天一早我就被工作人员吵醒了。星星妈，这是今天的任务卡。我打着哈欠接过卡片，定睛一看，竟然要我给团子做爱心早餐。杀了我吧！星星，我这里有本辟谷大法，你要不要考虑一下？床上的小被子里空荡荡的，不见顾晨星的身影。不一会儿，就见他穿着小西装，戴着小领结，推着小餐车走了进来。何洛洛小姐，这是我特意为你准备的营养早餐。小手打开保温盖，香味扑面而来。红枣银耳粥、火腿三明治，这小团子莫不是个神童？先去刷牙洗漱才能吃饭哦。我乖巧点头，冲进浴室，迅速洗干净后，立马炫了个三明治。一早蹲直播的观众们都刷屏了，之前恶劣的态度全然不见。我家娃能不气，我都烧高香了，竟然还有给妈妈做饭的。星星也太棒了吧！羡慕的眼泪从嘴里流了出来。今天的妈妈都变乖了呢，我第一次感觉这综艺真不错。可刚好了没一会儿，噩梦就又来临了。新的一天有新的带娃任务。吃过饭，节目组安排活动，让每个家长带娃一起做手工。我手拿剪刀，对着道具鼓捣了一番，结果材质剪得稀碎，积木堆得乱七八糟。这人是没有童年吗？虽然昨天的妈妈很霸气，但今天我想说我不认识她，好不容易攒起来的好感说没就没。顾晨星皱着眉头，不可置信地看着我。何洛洛，我爸爸怎么会看上你这种花瓶的？这小破孩不知是在夸我还是损我。但顾怀之看上我指定是不可能。要不姐姐给你表演个削铁如泥。我正要用真气换出我的宝剑，就被顾晨星打断了。不必了，我来吧。小团子说话的语气简直跟他爸一模一样。我撑着脑袋看顾晨星做手工，无聊的直打哈欠。唐鑫走了过来，坐在我旁边，表现出十分关切的样子。洛洛是不会做手工吗？我来教你吧。不愧是女主，真是人美心善。她好心的拿出自己在网上搜的教程，准备手把手的教我。对面的小团子忽然站起身冲了过来，挡在我跟唐鑫之间。他已经有人教了，不需要你。星星乖，我们一起做得更快啊。你的智商教不了他的。顾晨星的小魔头本质显现，火药味十足的对话让唐鑫尴尬的脸色发白。他微笑着拍了拍顾晨星的头，背在身后的手却悄然攥进了衣角。何洛洛，你只能跟我一个人做手工。小团子眨着大眼睛，神色认真地看着我。我点了点头，他这才松了口气，坐下来继续剪纸。节目组将制作好的手工放在展览台上，让观众给每组打分。得分最高的队伍有机会邀请助力嘉宾一同参加这一期节目的最终比赛。
顾晨星的作品是一栋拼搭完美的乐高小房子和一幅精致的手工剪纸。相比其他小朋友们简单的折纸画画，我们这组堪称是大师出品。胜负已定，我美美的躺平等着拿奖品。顾晨星跟几个小男孩在院子里踢球，小女娃们围在一起玩过家家。妈妈们忙着准备午餐，只有我安静地在阳台上打坐。没人发现一道小小的身影离开人群，朝着手工展览台走去。我站在高处，看得很清楚。唐心的小女娃在乐高房子前站定，小手攥紧低头，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鼓起勇气推翻了展台上的积木。哗啦啦的一阵响，众人停下手中动作，齐齐看了过去。唐心小跑上前，看着地上的狼藉，转而面带笑容，温柔地安慰着。小女娃咬着嘴唇瑟瑟发抖，最后哇的一声哭了起来。宝贝不哭，这不是你的错，哭花了就不漂亮喽。在摄像头下万千观众的注视中，唐心选择包庇孩子的错。原本弹幕上都在夸唐心人美心善，但还是有明眼人察觉不对劲。没看错的话，是小姑娘推倒了星星的积木吧？平时看着挺文静，没想到内心这么阴暗。本来挺喜欢唐心的，但看她这么溺爱孩子，突然感觉好下头。顾晨星抱着足球走了过去，看到自己辛辛苦苦完成的作品被毁了，小手攥起了拳头，说：“是不是你做的？”奶凶奶凶的样子，吓得小女娃哭得更凶了。唐心急忙道歉，但顾晨星却不吃这一套，不承认自己做错了事，今天就别想离开。小女娃一把鼻涕一把泪，哭得让人心疼，但顾晨星这个小魔头认死理。眼看着实在拗不过，小女娃支支吾吾地开口：“是欣欣吗，宝宝？”唐心慌张地把小女娃抱进怀里：“欣欣乖，咱们不闹了，阿姨帮你重新堆好。”“我不要，我就要她道歉。”场面异常焦灼，直播间的观众们都捏了一把汗。欣欣乖了几天，我都忘了她是个小魔头了。但她说的对呀，做错事就要道歉。孩子认死理的，这时候如果劝导错了，对以后的价值观塑造都很有影响。弹幕上两极分化，有的认为事情没那么严重，小孩子轰轰就好了，但更多的还是觉得必须要有人出面将这件事处理好，毕竟小孩子的内心还是很敏感的。束手无策的时候，唐心想起我来了。我正趴在阳台栏杆上看好戏，冷不丁收到他求助的目光。本无意帮他，但看到顾晨星难过的样子，我又于心不忍。下了楼，我缓步走过去。顾晨星看到我，哼哼了两声，别过头。谁来了都不行，我今天就要他道歉。我并没有要劝架的意思，而是来到展览台前，当着所有人的面，拿起唐心跟小女娃的折纸花撕了个粉碎。何洛洛，你干嘛撕我们的作品？你又干嘛呢？我指着地上散了一地的积木质问。唐心理亏地闭上了嘴。好了，现在谁的作品都没有了。众人大眼瞪小眼，都还没有反应过来。我两腿一盘坐在草坪上，顺手把顾晨星拉了过来。小家伙，咱俩比赛搭积木，谁赢了就听谁的。好胜心作祟，顾晨星二话不说坐下来开始拼积木。小女娃停止了哭泣，小心翼翼地挪到我身边，蹲下来悄悄地帮我。虽然我不爱做手工，但我学得快啊。之前看顾晨星堆乐高看了那么久，早就学会了。这会儿我甚至都不用看说明书，一通操作行云流水。眼瞅着落了下风，小家伙急得满头大汗，唐心赶忙上前帮忙。最终顾晨星率先完成，看着小团子再次绽放出笑容，我才慢悠悠地放好最后一块积木。好爷，我赢了何洛洛。顾晨星莫名地对我执着，高兴地把先前的事忘得一干二净。我笑着揉了揉他的头，破天荒地耐着性子夸他做得好。团子小脸一红，准备溜走，身旁的小女娃突然窜了出来，挡在顾晨星的面前，小手攥着衣角，卯足了劲，连连喊着对不起。顾晨星这才想起那档子事，嘟着小嘴别捏的回应，用不着道歉，反正积木都堆好了，你的作品也没了。没事的，只要星星哥哥的作品在就好。小女娃的脸上还挂着泪痕，但此刻却笑得异常开心。唐心走上前，冲我鞠了一躬，对不起洛洛，我不应该因为自己的私心伤害孩子，真的对不起。我拍着她的肩膀，指了指躲在人群后面的小女娃，你该跟她道歉。唐心面色微正，终于意识到了什么，说了声谢谢，转身穿过人群，紧紧抱住了孤零零的小姑娘。闹剧收场，导演也松了一口气。最终在大家的一致决定下，顾晨星的作品荣获第一。跟以往不同，这次是在所有人的祝福里实至名归。直播间的观众们都喜极而泣，纷纷表示自己被恶毒后妈治愈到了。我以为一切都尘埃落定，终于能回去打坐的时候，节目组工作人员却拿着被我撕碎的那幅折纸画走了过来。洛姐，导演说没想到你手工做得这么好，复原这幅作品应该也不成问题吧？开什么玩笑！我急了，一掌拍在桌子上，只听啪的一声，木质的展览台顿时四分五裂。工作人员看呆了，弹幕又炸了锅。好不容易培养的好感又没了，不愧是娃宗最强战力。今天的妈妈果然又拆家了，因为赢了手工比赛，按规定我们组可以邀请一位助理嘉宾。
我把特权交给顾晨星，让他邀请自己的朋友来玩。没想到第二天来的人竟是顾怀之。我睁开眼，刚要从床上爬起，就见到对面沙发上正襟危坐的高大身影。顾怀之修长的双腿交叠，单手撑在额前，目光落在前方的电视屏幕上，上面正播着昨天节目的回放。正巧看到我手拍展览台，一掌就把道具给毁了。薄唇扬起，我竟然从那张万年不变的冷脸上看到了一抹笑意。真是活久见！我尴尬地重新钻回被窝里，醒了就去洗漱，不然我帮你，这怎么敢劳烦师尊呢？我得了命令，麻溜地起床，冲进浴室，收拾干净，走到客厅，桌上已经摆满了丰盛的早餐。顾怀之示意我坐下，然后盛了一碗粥递到我面前。昨天辛苦了，突然示好，让我心里很不安。我盯着碗里喷香的瘦肉粥，犹豫着接过。放心吧，没下药。我手一抖，差点没把碗扔出去。顾怀之就坐在我旁边，还把电视上的节目重新回放看了一遍。没想到你还挺心灵手巧的。那可不，只有我不想做，还没解决我做不到的事呢。帮别人倒挺上心，怎么到我这就不愿意呢？他侧头，好看的眉眼镀着一层冷意，长长的睫毛遮挡眼睑，眼尾的泪痣若隐若现，惑人心神。这个男人又在哄我了。顾总，你要是太闲，就去把孩子的衣服给洗了吧。我指了指星星刚换洗下来的衣服，没想到顾怀之竟然真的起身拿过衣服去了洗衣房。等我干完饭的时候，洗衣房外围满了人，我一眼就看到了被围在人群里的顾怀之，高大挺拔，西装革履，却挽着袖子半倚在洗衣机前。卧槽，第一次看到洗衣服的男人能这么帅。顾总属实长在了我的心巴上。儿子做饭，老公洗衣服，恶毒后妈好幸福啊！这都什么时候了，恶毒的标签怎么还在我身上？这届观众带不动，节目的最后一次任务是才艺展示。每个家庭要编排一个小短剧，由观众评出人气最高的节目赢得最终胜利。胜利的家庭会获得节目组特别准备的7天亲子游奖品。顾晨星很想要亲子游的奖励，缠了我好半天，没办法，只好答应跟他们一起排练。别的家庭演的都是小红帽、白雪公主这些童话故事，到我们这里就变成了我演十恶不赦的魔尊大人，顾怀之是仙界神君，被我抓走逼着双修。神君宁死不从，于是我消除他的记忆，连哄带骗的把他，这剧情怎么有种莫名的熟悉感？小星星，你小小年纪怎么能编这样的剧本呢？我拿着剧本翻到最后一页，末尾赫然出现几个大字：编剧顾怀之。好啊，罪魁祸首原来在这里。节目已经开始录制，我只好换上服装，硬着头皮上了。顾怀之一身素白长衫，无法披肩，出尘脱俗。恍惚中，我好像又看到了那个不苟言笑的师尊。顾总竟然屈尊来录节目，真是稀奇啊！唐心笑容满面地走了过来。小说的男女主相遇，不知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我站在不远处，看着他们谈笑，心里莫名堵得慌。如果不是我突然觉醒，组成家庭的应该是他们俩吧？唐心越来越靠近，脸上的笑意也越发灿烂。他走到顾怀之身旁，脚步却并未停下，而是掠过顾怀之，突然朝我这边小跑过来。啊，洛洛，你太美了，不愧是我的女神！快别动，我要把你的美貌存进手机做屏保。我一脸茫然地被唐心紧紧抱在怀里，就见站在对面的男人脸色越来越冷。放开他，放开我妈妈！顾晨星不知何时窜了出来，一大一小两个人异口同声。好吧，洛洛就借给你们一会儿。唐心依依不舍地松开了我，顾怀之大步上前，将我俩拉开了距离。节目要开始了，他说着牵住我的手，头也不回地走上舞台。大魔头顾总反差客串仙侠剧，一时引爆网络。超高颜值、演技在线、剧情感人等等话题一度飙升。谁能想到年度最具人气的剧作竟然是马总理自导自演的家庭剧？看着眼前堆积如山的剧本，全是各大导演递来的橄榄枝，我头疼欲裂。顾怀之好端端的演什么仙侠剧啊？罪魁祸首一脸淡然地坐在沙发里，目光始终落在电视屏幕上。又是节目回放，还偏偏播到了小短剧的环节。只见一身黑衣的本魔尊把顾怀之扮演的神君绑在椅子上，手指挑着他的下巴，又哄又骗的要跟他双修。台下的小孩子懵懂地蹦出来一句：妈妈，什么是双修啊？我老脸一红，手里的剧本掉落在地。顾怀之闻声看了过来，一双好看到极致的黑眸像是看穿了我的心思。说说看，神什么？我支支吾吾的。顾怀之忽然靠近，高大的身影笼罩而来。魔尊难道忘了强迫我双修的事？虽然换了个世界，可我还是很记仇的。要记仇的不应该是我吗？难道不是他骗我双修的吗？顾怀之将桌上的剧本拿了过来，翻转到背面，骨节分明的手指点在一行细小的黑字上。本剧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真实事件。我想破脑袋还是回忆不起来。上个世界的事情虽然记得一些，但都是零散破碎的画面。想知道的话，我可以慢慢给你讲。
不过听故事可是要有代价的。有力的大手扼住我的双臂，我被他抵在沙发上，炙热的气息喷洒在耳边。顾怀之，你别乱来，我的剑可不长眼。我屏气凝神，正要换出宝剑，房间的门忽然被人推开了。洛洛姐，来陪我睡觉。顾晨星的小奶音响起，我连忙推开压在身上的顾怀之。他理了理西装，表情恢复自然，转而看向抱着枕头闯进来的小团子。你是大孩子了，要学会一个人睡。洛洛姐是要做我后妈的人，跟妈妈睡觉天经地义。顾怀之揽着我的腰，把我拉进怀里。爸爸跟妈妈睡觉才是天经地义，你们俩都给我出去！真是越说越离谱了。节目接近尾声，我们编排的仙侠剧毫无疑问夺得人气第一。顾晨星兴奋地搓着小手，准备迎接他期待已久的亲子游大奖。工作人员抱上来一个礼物盒，满面笑容地交到我的手里。导演说礼物要由这期节目的人气嘉宾揭晓。人气嘉宾，我没想到恶毒后妈摆烂出圈了。我低身将礼物盒捧到顾晨星的面前，示意由他来拆开。小团子高兴地一跳老高，伸手从盒子里拿出奖券。情侣7天双人游。团子奶声奶气地念着上面的字，念完之后整个人都愣住了。顾怀之大步上前，将奖券抽出拿在手里，转身又将我拉进怀里。父母才是真爱，孩子只是个意外。节目组考虑得很周到，下期故事还会继续投资的。顾晨星哇的一声哭了，跳着从顾怀之的手里抢奖券。我帮你追老婆，你就是这么报答我的？我一脸疑惑看向顾怀之。追什么？谁是你老婆？他眼眸微眯，一抹笑意浮现在眼角。还不是吗？没关系，我这里还有当恋综，可以投资一下。